有一份报告研究了全球50多个 AI 智慧代理的专案，结果发现什么？大部分企业根本没从投资里看到价值，甚至还在重新招人回来做事。也常有朋友跟我说，这东西根本落实不了啊，纯粹在骗钱吧，哪可能取代人？不过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从政策面、资本面到创业圈，大家还是前仆后继的往里冲。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？让我们从这份报告来找答案吧。报告名称叫做 Agentic AI 1周年，来自一线实践者的6大启示。这份报告超实在的，就是把那些一线团队踩过的坑、验证过的方法论全部摊开来讲，教你怎么真正把智慧代理用出价值。先说明一下，这里讲的是 Agent 科技，也就是那种更强调自主决策的智慧代理。好，第一个重点来了，别一直盯着智慧代理本身，你要盯的是整个工作流程。很多组织会犯一个毛病，就是太关注技术本身，结果开发出来的东西外观精美，功能花俏，但根本没办法优化整体流程，最后当然带不来预期价值。给你举个例子，有家法律服务公司在做合同审查的智慧代理，他们没有急着推功能，反而先记录下用户的每一次修改，然后把这些修改反馈回去优化智慧代理的逻辑跟知识库。久而久之，这个智慧代理就真的变成团队的核心帮手了。这里有个关键动作，在做智慧代理之前，你要先画出现有的工作流程图，把每个环节的痛点标出来。智慧代理要做的不是取代人，而是当各个环节的粘合剂，把规则、引擎、分析工具串起来，重新设计人家智慧代理加工具的协作流程。第二个启示更实际了，不是所有工作都要丢给智慧代理。报告里有个工具选择法则，简单讲就是看任务的波动性，再选对的工具。像监管披露这种低波动、高标准化的工作，用传统的规则自动化就够了。你硬要上智慧代理，反而会因为 AI 的不确定性搞得一团乱。但如果是金融资讯提取、保险理赔这种高波动性、多步骤的复杂任务，智慧代理就真的有用了。有家金融公司用智慧代理去提取财报资讯，人工验证量直接砍掉一大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任务需要汇总数据、核查合规，还得应对不同企业的财报格式，智慧代理的多步骤决策能力正好派上用场。所以记住，选对的工具比追新的技术重要10倍。第3点很关键，不要让 AI 搞砸用户的信任感。很多智慧代理在展示的时候超厉害，一到实际使用就掉链子。要解决这问题，你得把智慧代理当新员工来培养，定纲定责，做入职培训，用实际案例标注正确的输出给他学习。接下来3个教训都是帮你降本增效的。第一，每个步骤都要能追踪，别等出问题才发现找不到根源。当你公司有几百个智慧代理在跑，光看最终结果绝对不够，每个环节都要配备可检测的工具。这其实不难做到。第二，多做可重复使用的智慧代理，不用每个任务都重新做一个，提取数据、检索资讯这些功能根本是通用的，建个智慧代理元件库，把常用功能做成模组，新任务一拼就能用，可以省下30%到50%的开发时间。第三，人永远不能少，但角色要变。智慧代理普及后，岗位人数可能会减，但人依然是核心。
要监督智慧体的准确性，处理边缘案例，做最终决策。关键是设计好人的介入节点，不要让智慧体胡搞瞎搞，也不要让人一直做重复劳动。最后总结一句话，真正能成事的团队，靠的不是技术有多牛，而是流程优先于技术，适配重于先进，信任大于功能。如果你现在正准备导入智慧代理，或者已经上了但没效果，建议你先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画出现有的工作流程图，明确智慧代理的核心任务。第二，建立一套评估标准。第三，别急着追求完美，先从小范围测试开始。记得关注我，带你掌握更多 AI 前沿趋势。